好的，我是黄牛，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iQOO 刚刚发布的 Z7 系列的机型啊，有2台，一个是 Z7， 我手里这个是深空黑色的 Z7X。这一次在充电和续航方面啊，估计又能提升一个新高度。这台是 Z7 的无线程。 传统4件套啊，充电器、数据线啊，这次 Z7 呢配的是120瓦，在这个价位段里边是不常见的啊。然后这儿还有一台哦，这也是深空黑的 Z7X， 盒子方面还是这种斜切盒。 也是传统4件套啊，但是它的充电器呢是80瓦的。基础配置方面，这2台机器我们直接给大家打出来啊，后面我们只说重点。这期以 Z7 为主。这次呢，它们2个相同点啊，主要就是在屏幕方面啊，应该是同一块啊，这个2388×1080的一块120赫兹的 LCD 屏幕，所以它们2个的正面视觉几乎是一样的啊。这个2边的边框呢是等宽的，但是额头呢要稍微宽一点，然后这个下巴明显就要更宽一些了。这台 Z7 呢是8.75毫米啊，握持在手里的话，因为它的电池也到了这个5000，所以还是有一点厚度的。重量方面呢，将过200，201.5啊。这台无线橙色呢，它的颜色调的是比较鲜艳啊，尤其是我们工作室这个摄影光打上去之后，会有点橙中带红的感觉，有点那种燃橙的意思。然后光从侧边打过去的时候，你看这个后曲面的话呢，它是有一个金边的，后背的这个条状设计很熟悉啊。如果你关注这个系列的机型的话。 Z5 几乎是一样的。镜头模组的部分呢，这 Z7 和 Z7X 都是这种云阶的设计，这个镜头部分稍微高一些，然后下边呢是这个闪光灯，还有一些命名。Z7 这台呢是有 OS 光学防抖的 ，Z7X 啊这边就没有了。中框方面呢，它是微微凸起了一点，不过好在它2侧呢是做了这个收弧的抽离，背部握持感上还是没啥问题的。但是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这个塑料支架啊，这台机器做的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高的啊，所以划过边缘的时候，这个手感没有那么好。 但是也算是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你从侧边看过去的话，你会感觉这个屏幕被顶起来了，然后有一点视觉减薄的意思啊。但是手感我觉得要更重要一些。上一代 Z 系列被大家吐槽啊，这个没有听筒式的双扬器啊，这一代呢是给加上了。它在顶部塑料支架这个部分呢做的比较宽啊，加入了这个听筒式双扬，然后顶部还保留了啊，大家可以把极为先进打在公屏上啊，3.5毫米耳机孔啊，最近的新机确实很少见啊。后背的双摄主镜也是老朋友啊，6400万的三星 GW3， 包括性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骁龙782G 这颗芯片去年11月份就发布了，相比于78G Plus 啊，它的单核主频呢提升到了 2.7G 赫兹，不服跑个分啊，那个娱乐兔是59.5万啊，没上60，相比78G Plus 和骁龙7阵1的机型还是要高一些的。CPU 方面 ，Geekbench 5单核是876，多核2956，与小米 CVES 相比，单核分数上也要高一些啊，多核不相上下啊，但都要高于 Reno 8 Pro 啊。我们也跑了最新的 Geekbench 6啊，单核是1128，多核是 3028，同样高于 Reno 8 Pro， 在这个价位上也还 OK。不过在 GPU 方面 ，Thundermark 2879分，要比8 Pro 低了269。相比于上一代啊 ，Z7 王者荣耀适配了120帧的高清啊，半小时体验下来，平均帧率119.7帧啊，接近跑满。不过团战中呢，会有一些小卡顿啊，整体功耗4.2瓦。这次 ID 方面改变不大啊，但是散热相比于上一代有所增加啊，实测半小时最高呢40-20摄氏度啊。小白测评数据库 3.0 的原神测试模型，平均帧率42.6帧，基本符合对这款处理器的预期。功耗方面还可以5.3瓦，但是它的机身最高温度也到了46.5摄氏度，体感上就有些热了。如果打新游戏的话，这款处理器肯定还是有些吃力的。120瓦充电在这个价位段属实少见了啊，5000毫安时啊，10分钟充入54%，25分钟前台100%，27分钟就完全充满了，几乎没什么涓流时间。这比不少旗舰机用60多瓦还是快很多的。Z7X 这边充电也升级到了80瓦，10分钟充入25%，62分钟前台充入100%，68分钟完全充满。充电速度上有点慢啊，感觉应该是前期版本的问题，并没有发挥出80瓦的完全水平。续航方面啊 ，Z7 是5000毫安时电池，小白测评数据库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剩余60%，Z7X 这边电池达到了6000啊，剩余71%，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 ，Z7 剩余7%，Z7X 则剩余30%啊。极限续航测试直到干到关机，前者坚持了5小时34分钟，7X 这边就要好不少了啊，坚持了7小时40分钟关机啊，很接近8小时。
小时了，并列小白测评数据库续航榜的第2名了。两款手机，一个性能更强一些，一个更加专注于续航。大哥是1，小弟是2，你会倾向于哪一款呢？最后，数据库考验软件综合调教的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总共用时201秒。测试过程中画面还有加快不过没有什么预加载的情况中途是杀了一个后台，因为定位这款手机的影像自然是没什么突出的点。不过趁着天好，我们也简单拍了一下整体上色彩饱和度调教的不是很高，画面的曝光亮度是比较高的。在拍摄花朵的时候比较讨喜比如这张海棠曝光就要比 Note 12 Pro 要更加明亮一些，这张花瓣主观上也好看一些12 Pro 这个花瓣感觉有些发黄了，也拍了几张2倍，整体观感也不差，但解析力就不够了比如这张远处的建筑稍微放大一点就不行了不过这个价位段不能给你更多自行车了。夜景方面我们就直接放出来不做对比了。另外我们发现目前版本 HDR 有点问题室内拍摄偶尔会出现偏黄的情况，这张 PP 虾在开启 HDR 时明显比不开的时候画面要更黄。样照方面如果你想详细看，可以在公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 iQOO Z7 获取原片的下载链接。这2款机器我们综合测下来，在同价位里算得上是比较水桶性能上的782G 对于高负载的原神那肯定是吃力的不过低负载王者这类游戏都还 OK。 Z7X 这边呢，虽然到了6000毫安时电池，但是它重量也没有加太多是205克，然后它3.5毫米的耳机孔呢是放在了底部，卡槽的位置是放在了顶部。Z7 的外围配置方面呢 NFC 红外 XLR 震动马达这些还是比较全面的，但是 Z7X 这边呢它就没有。当然还有这2台全系它们都是全塑料机身。这次这2台呢在定位上面还是区别比较大的基本上只有一个屏幕是一样的，还有外观 ID 也比较相似，然后其他内在呢差别都很多，从处理器到它的电池和续航。Z7X 呢更加强调它的超长续航，如果你对性能要求不高的话，比如说备用机或者说家里的老人小朋友想买手机的话呢，长续航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Z7 这边相对来说就比较均衡。我说这个是它的6代的成色这个大体 ID 上面还是都非常相似的，可以换一换了吧都到第7代了我希望能够看到更新的 ID 的这个风格，起码开箱的时候给我这个新鲜感。 OK， 总体配置上呢还是延续了Z系列强调续航，然后相对来说比较水桶的这么一个配置。这次最主要的就是在充电方面，一个80，一个120。满分10分的话 iQOO Z7 你给几分呢？欢迎大家评论弹幕。后续呢我们也会把 iQOO Z7X 的其他数据更新到数据库里面，更多的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播放店，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